设计师自己的家居然全靠淘宝和百元好物打造，不用砸大钱也能拥有极致高级感。这样整面墙我大概只花了2000块。这个后面很厉害，我是买国外的，叫 Fancy LED 的一个牌子，背光灯自己加装，也太酷了吧！自己买自己装。这个插座其实很便宜，这个就是原本建商附的插座，我只是买了一个盖子把它盖上去而已。那我猜一下价格，1000块，120块。Hello， 我是丹丹，还没订阅吗？如果你喜欢看居家装潢风格跟饭店开箱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开小铃铛。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大家好，我是肤浅又喜欢被赞美的丹丹。我现在到底要看哪边啊？今天呢，我来到一位设计师的家。大家放心，今天绝对不是让设计师广告他做的有多漂亮。我们今天要实际的拍他在他们家生活的样子。那现在我们先来看他们家的一镜到底导览吧。漂亮的玄关摆满了昂贵的香水。漂亮的客厅、鱼缸、餐厅有很大很大的窗景。这边是设计师平时工作的地方，再往后客用卫浴，这边是主卧，这里是客卧。现在我们要请屋主登场喽！你自己想办法剪的好像有点。开始了吗？请问怎么称呼？还没看好，还没看好。我叫小倩。啊，你终于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了吗？我是炫。我想要问小倩，你是什么样的职业呢？我是室内设计师。你们家就是你设计的？对，没错。对，应该不会找别人。就自己弄。那小倩，你们家的权状多大？多大？35平。要吃一点银杏。34.59。对，然后室内是22，含平面车位在 B 室，要一直绕来绕去的。总价是多少钱？是可以透露的吗1590。对，1590。1590，是什么年份买的？它有2年前了。那当初会选择买在这个区域有什么考量吗？因为我原本就住在林口，林口这边的机能都还蛮不错的，但是林口房价实在太贵了，所以后来选择在龟山这个地方。房子的尺寸就可以放大蛮多了嘛，对不对？对。因为他们家是真的连玄关都很大，而且有很多巧妙的设计。那现在呢，我们就从玄关开始看起吧。一进来，玄关这里就摆放一些香水，然后跟疑似是招财的道具。这边是特意嵌入设计的吗？没错，这里是为了要装电器的设备，有一键开关的部分。那这个地方是直接从电箱拉过来这样子，然后我就可以全部出门的时候全关，回来的时候我也可以全开。剩下的空间我就是会做。发生什么事了？可以 Siri 灯全开。因为我们有做智能，所以你关这个的时候，它智能要重新设定。大家不要误会哈，这真的是智能家居，不是智障家居哦。不一定什么东西都是好的。然后这个地方的话，自己的风水灯，老师说我要黄玉，所以我就买了一个玉石的壁灯，淘宝买很便宜，大概1500左右。1500就可以转运了。那个连结啊，没有，我没有在卖这个东西。这边的话是一些常用的东西都放在这里。鞋柜的话，主要是在这个地方。卫浴区主要我们都还是用电子衣橱来做。最常穿的鞋子，我就直接放在最底下啦。那如果客人来的时候，这个地方我还是有预留一个就是穿鞋椅的空间，那客人一样也可以放鞋子，不会说大家都挤在一个玄关。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画面？这边穿鞋的部分非常非常有巧思哎，这边当初是有什么设计的理念吗？这个地方的话，那时候是用珐琅板的方式，因为我们其实会有一些出国的冰箱贴，那我不想要全部都贴在冰箱上面，那我觉得就是玄关还是有一些生活感。那比方说你会有钥匙啊，会有包包啊，这些都可以放在玄关。这算是可以在这里拍照打卡吗？对，就是如果客人来或者是谁来的话，就是谁来我家这样子。对，这是你们自己画的？对，这是我们自己画。怎么会有这样的巧思？因为这种是那个路边让人家看后面来车的镜子。没错，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家肉松。我跟我先生，他们家的家庭组成呢是2+1哦，然后有一只超级无敌活泼的狗狗，它叫肉松，它刚来完全不怕生，就开始跟我玩了。上面这个拼贴是怎么弄的？这个的话是乐高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乐高。这个的话，你去乐高店，然后就可以去用你的照片做出乐高的图。
应该是这么说。那它会很贵吗？好像也是几千块。如果你想要便宜的话，淘宝也有。这种东西我们还是用正版的哈，不鼓励盗版。从玄关一走进来，我就发现了一个亮点，这边一整面墙上面有一个很有趣的设计。这东西的话是羊毛毡，因为我觉得每个家里都是统一的颜色，木纹啊、黑啊或什么白色啊太单调了，所以我就用羊毛毡的方式，然后去增加我墙面的颜色。那羊毛毡它其实是有一个厚度的，所以我是用不同颜色去拼接出它的厚度，费用也不会很高。这样整面墙我大概只花了2000块，那你可以用自己 DIY 的方式也可以达到。那它就是贴上去而已。你有经营社群媒体吗？最近在开始。对啊，我想说你要不要就拍支短片教大家怎么弄这个啊？2000元教你改变你家的样子，我觉得你影片会爆哎。好的。那这个是为了风水吗？前面玄关的风水是我的风水，然后这个的话是我先生的。那风水缸的话，我也不希望说水缸太单调，所以旁边就是会搭配一些有颜色的东西，或者我们也会去做一些设计，像这边的门片可以把它打到全开。对，因为我刚发现它可以这样哎，这个东西它要多花很多钱吗？只是把铰链换成不一样的铰链，然后底下的部分的话就是放一些养鱼的设备啊。因为这种东西它是为了转运的，如果水没有照顾好，反而会招致不好的效果，对不对？对，就是运会不好。那你们大概要花多大心思去照顾它？对，一个礼拜就要换一次水。那这样子住进来大概多久了？你说鱼缸还是我啊？鱼缸1个月。那这个月渔人们有耗损吗？我耗损的多的嘞。我昨天才去买虾子来补，买了300块，今天涨死了2只。所以是已经在冰箱里面了吗？没有，等一下晚餐。这个月有感觉有什么运势上的改变吗？考试都可以考100分的感觉。好，那我们再往旁边看一下这个柜子。Okay. 这个柜子里面是放……这边的柜子的话，因为我就是放一些我生活会用到的东西，比方说像洗地机，然后或者是说零食推车，因为我们常常会在客厅吃零食。我是一个很懒的人，所以我就会把零食推出去吃。电器柜的话，我们一样有一个充电区，充电区也不可能电器摆得很整齐啦，盖起来，我们就会家里长得很干净喽。那这个餐厅空间是一开始这边就设定，建商设定是餐厅的空间，还是你有去重新间隔过？建商就是设定餐厅空间，可是我们有重新去把冰箱的位置移出来，因为原本冰箱的部分是在这个电器柜这边，对，然后把它移出来之后，再多做了这道墙，就会有冰箱跟电子衣橱的位置。那这个餐桌的话，我们就用伸缩的，平常就是缩起来当140，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打开，就可以把它拉大。它还可以更长吗？对，可以更长。在哪里买的？这个是在居家先生买的餐桌，2万多块，然后质感又不错。有时候大家都会买一些很贵大价钱的家具，不是所有设计师都那么有钱的。你不一定要买一些很有名的吊灯，主要是自己喜欢的样子。这一盏吊灯是在哪里买的？淘宝买的。那这个灯一定是在1万块以内。那后面这一幅作品，这个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那这个是你自己制作的吗？这个的话，像如果有一些艺术品，我就会比较肯花钱。这个是我们去曼谷的时候看到人家在手做的，那是他直接现场做出来的，他就只有做这一幅，所以是独一无二的。还记得多少泰铢吗2000。什么？泰国很便宜6000啊，他原本标价是6000，还杀价？直接跟我说算你3000就好。他说没有人欣赏我，好，我算你2500。那个什么是要鼓励艺术家那一段再重剪一次？就要很花钱。好啦，2500还杀价，还请我们喝泰奶，还再加2杯泰奶。到泰国买东西就是这样子，就是一个快乐的感觉。但我发现你这边的插座都跟别人家长得不一样，这是花了不少钱吧？这个插座其实很便宜，你可以我把它打开，这个就是原本建商附的插座，我只是买了一个盖子，把它盖上去而已。那我猜一下价格，1000块。120块。那可以把全家的都换掉哎，好便宜哦！你就是把外面的拔掉，然后把这个套上去就好了。对，它上面一样会有这个卡榫，你就对着卡榫把它上去，这样子。这在哪里买到的？虾皮就可以买咯，到时候如果需要可以给你连结，好还可以选颜色。好厉害哦！有订阅才可以来要连结哦，没有订阅不给哦，没有我也侦测不出来。那我们看一下客厅的部分。客厅的部分的话，我们主要其实是把跟
这个后面的次卧房的空间把它打掉，让客厅的空间变大一点点。那因为我平常都会在这边办公，然后我也希望说我办公的同时可以看电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穿透感，然后又很方便的事情。那很多人打掉墙之后，其实只会留一个薄墙，我有把它做加厚，旁边会放一些像喇叭等等的。我觉得不一定要在意那一点点的空间，那反而你把它加厚之后，你还多一个平台。像这种挡风水的墙啊，如果你做太薄是没有意义的，要有一定的空间，符合风水的要求就是误打误撞了。太好了。这个沙发你们当初是有特地挑选吗？因为我们平常会在沙发上就是耍废，所以那时候挑的沙发就是要选这种可以伸缩的。因为我们有一个狗狗，所以它需要一个楼梯。那其实我觉得这贵妃椅蛮占空间的，但是实际上使用完之后，我觉得还是要有贵妃椅啦，因为贵妃椅底下还可以放卫生纸。好方便哦！发现他很喜欢待在这座沙发上，可见沙发是真的选得好。他每天都在这里睡觉，基本上他都不喜欢回他的床。我发现你们电视其实也是很豪迈的选了，这大概75寸吧？对，是先生决定的。那当初你们选这个电视选那么大，有什么原因吗？爽啊，大就是爽啊。你这个后面很厉害，我是买国外的，叫 Fancy LED 的一个牌子，背光灯自己加装，也太酷了吧！自己买自己装，所以你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电视，不一定要受限那个牌子。那这要花多少钱啊？后面这个 LED 灯的话，大概6000台币。可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一定要连接到 Apple TV 或是 PS5，再接回电视才会有这个效果。那这个可以为我们演示一下。那当然，我等很久了。我们现在有特地做静音处理了哈，因为我有版权的问题，大家看一下外面的光效画面就好了哈。那这边会是我的广告，哇，这个看起来就是在家看电影就很舒服。对，而且因为现在白天嘛，还没有说整个把它用的黑漆漆的，晚上如果灯全暗的时候很有 feel 吧。没错。那我想问说，你们这样子大概多久会用这个功能看电影？是每天啊，当追剧啊。那这个装的非常值得享受房贷。没错，很好的概念。下面这里是放什么东西？接力。为什么只要讲到柜子就不行了呢？我看你这边有这个按钮，它是什么东西？这个的话是灯条的按钮，一样是台湾的厂商是五光的，所以五光就可以购买了。重点是这个开关的部分去换掉而已。那这里面放的都是喇布布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它们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中间这个国王是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是专门放我们的戒指，因为戒指不可能会戴在手上，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柜子里了。这个柜子的话，其实底下就是放常用的收纳。那很多人做柜子的时候都会做斜形啊等等的，那我做的是按压式的，因为我平常很懒，就会这样子开，然后我要关的时候，我可能就是脚压一下。衣柜的话，一样都是做格栅，因为它这样就可以达到通风。那我好奇，因为我们这样子坐在这里吃饭的时候啊，是这边这个位置可以看比较清楚，那边没办法。那这个位置是谁的？我的，因为我要看电视。我平常都坐在这里吃饭，然后就可以追逐日了。我们上片的时候那部已经过时了啊。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的工作区域吧。好，那这边是你工作区，我觉得做得很舒适对，这边工作区的部分的话，还是以生活动线为主，比方说垃圾桶啊、狗狗的烘毛箱啊，或是狗狗的一些尿布垫啊。因为平常狗狗是会在那间厕所，所以我就是觉得这样的一体动线，包括说它吃饭啊、洗澡都在这一区，我会比较方便。等于是狗狗的区域跟我的工作区域结合在一起。那我平常就坐在这里办公跟看电视。那我的展示柜的这个地方，平常灯是这样关起来，其实像镜子一样，那也可以增加放大的效果。那如果我真的需要去看它的时候，我就把它打亮起来。这边的话就是我的乐高哈利波特城堡，你自己拼出来的吗？没错。Oh my god， 这个规模刚好顶到底耶，就是在最上面了。对，你自己拼出来哦。没错，我就喜欢这些。花了多长时间拼这个？大概4天。那你很厉害耶！而且这边没有那个先生的置物区，没有，完全没有。餐桌那个宝座也是太太的，连沙发都他的。家里会很和谐。垃圾桶这么大，这个是因为你们很久才要倒一次吗？因为倒垃圾不是我的工作，是他的工作。然后他说他只能久去一次，那我就买大一点的垃圾桶喽。不然我要去好多趟。然后反正也不是我倒了。你们家事的分工已经很明确，大家都看出来。那我好奇你们家会煮饭吗？会，我们会煮饭。那煮饭是我煮。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你们的厨房吗？好，有在煮哈。那个摄影师来，先跟过来。那我可以看你冰箱。可以，请开。
你们大概多久煮一次？这上面是为了你要来拍，所以我先补了点东西。这实际上你底下拉，这就真的有煮了。那你们大概多久煮一次啊？几乎是每天煮。每天吗？那食材在哪里？这边就是我都会，就煮一些肉啊，那当然也会煮一些冷冻的东西。那我或者是牛肉面啊这些，这是即食的东西耶，对就是加热，然后烘烤，没错，这也是一种烹饪。对，对，有啦，有在煮，而且分类的非常的仔细哦，都有保鲜处理。那我来看一下你们的厨房，这个厨房当初是建商附设的吗？对，我只是改了它的门片，原本就是冰箱的位置，然后加了这个电器柜。终于出现跟我家一模一样的这个微波烤箱了，因为大家家里都是百慕达的，没有人跟我一样用象印啊。那当初怎么会买这一台而不是选百慕达啊？尾牙抽奖便宜的电器，但它一样很漂亮啊。但是因为我就是花其他钱，可能我就会加一些像是洗碗机，或者是说我觉得很推的这个厨余机。这是这是什么神奇的东西？是那种干燥式的吗？这个厨余机的话，我们平常是把一些食物直接就丢进去，它就会直接去运转，然后它里面其实是会有一个水流的，它会直接冲掉，可能稍微有点水。可以把它盖起来，这样子就不会有食物喷溅的问题。那它冲掉之后，它会顺着你的排水管一起流掉，不用说要去倒粉。真的觉得厨余机那种干燥型的，你还要去处理那个厨余粉，我觉得很麻烦。那就不是厨余机了。对啊，那个是让自己更忙的东西，这个真的是很爽哎。这个的话，我们一样是在电器展的时候买，大概是18000左右。非常会省钱。对。他有说，如果你要家里电器要买的时候，你就是等那个电器展，然后一次买齐，对，有可能可以买到比设计师还要更划算。对，所以即使我自己是做这一行呢，也有厂商，但是我还是一样会去电器展的时候购买一些产品。洗脱烘我们都买 LG 的，但全部都是在家电展买。那这个厨房的部分的话，我是不是在讲我有换建商的门片，我有贴这个躺平贴膜，就是这个膜的部分，它是一个雾面的质感。那我是直接包下来贴到这里。那我觉得，因为以我每天煮来说，你看它的桌面是完全不留任何的油渍，所以我很推荐贴这个膜。我觉得他们这个厂商很不错，是他其实都会建议说你可以怎么接，会有一些价差也会分析给你听，那就是以你自己的需求，然后去贴最适合的。那现在我们看一下你们的客用卫浴，这是保留原本建商的设计吗？对，这是原本建商的卫浴就是这样子，那只是说我们把它换掉了洗面盆，因为原本建商洗面盆很小，然后又很传统很丑，所以我一样是用淘宝的方式去淘了这个浴柜回来，那它这个洗面空间都会比较大一点，我觉得包括我洗狗也很方便，我也可以进去我的浴室里面洗。刚刚有介绍到那个厨房的贴膜，然后包连我这个浴室啊，其实都有贴躺平贴膜，不觉得这个很干净吗？因为我觉得浴室的干净度取决于你的玻璃，如果玻璃有很大的水渍，你就会觉得你的浴室很脏。它平常洗完澡就这样冲一下就好了，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贴的东西啊。我还有贴一个这个防窥贴膜，它是雾面的，因为我就没有换掉它的玻璃。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己去买 B&Q 的膜自己贴，但是既然它都要贴了，我们就多花一点钱，请人家贴会一口气用好，比较好，比较平整一点点。如果外面有在洗衣服的人可以看得到我的样子，那这个就是防窥贴膜，我也觉得蛮推荐的。那我好奇说，因为你说这个是淘宝淘回来的嘛，那这个面盆跟下面的柜子这样加起来要多少钱啊？其实因为我这个尺寸是90公分，这样子的话，因为我是应该说集运的费用会比较贵，大概也要1万多块。但是如果说你是在台湾买的话，这个尺寸来说会更高啦。这边有一个很贴心的设计耶，摄影师跟着下来看，狗狗进来上厕所的时候，这边会有一个感应灯，它会亮起来，这是为了肉松设计的吗？没错，那感应灯的话，这个是磁吸的，所以如果当它没电的时候，我就是把它拿去充电，平常就是这样吸上去。那狗狗可能经过来上厕所的时候，它就会都会亮。那或者是我们自己来上厕所的时候，有时候晚上嘛，那可能这个地方都会亮。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们的算是更衣室的地方吗？更衣室。先看更衣室这边，你们更衣室怎么这么大？就是这原
本更衣室其实是建商的主卧，因为这边它是有多一个卫浴。你们把主卧跟客卧对调了。没错，那建商原本其实如果我这边摆床之后，我旁边就会是浴室，我觉得湿气，然后我又离马桶太近，那如果谁上厕所的时候，我又要在这边睡觉，我觉得很恶。那这样子对调之后，我洗澡啊，或是化妆啊等等的，我也觉得比较方便。而且你还有这种灯哎，这个要怎么开启？这个灯的话一样是这样子，然后它一样可以换那灯光的颜色。白天的话，因为我这里是用百叶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光阳光就很足够了。因为有时候化妆会怕自己会太不小心失手啦，不小心失手太像艺妓，所以我们还是需要靠一些自然光的方式。那这边延伸，我就做一个大平台，就可以折衣服啊，或者是烫衣服啊。平时折衣服、收衣服是你处理吗？对，可是负责丢到洗衣机是先生。你们都很明确的分工，然后所以像这边就是你们污衣的污衣篮。对，没错。那我们污衣篮就是刚好离2个厕所都很近，所以在我们丢衣服的时候，其实平常就是打开丢，这边洗澡也可以丢。这个洞洞墙超酷的哎，它可以随意的在上面增加这个吊挂的钩子之后，你就可以再吊挂更多东西了。设计这个是因为你要吊你们2位很多的帽子跟包包。对，因为像我自己就很喜欢戴帽子，所以这全部都是你的帽子啊。大概上面的话就不属于我了，我只能用下半部的部分。这边就是先生的那个衣帽间。我觉得等一下可以介绍一个这个，刚刚说灯的部分我们有2种，一种是触摸的嘛，那这个灯的话它是感应式的，但是因为现在我们人都在这里，所以要等它灭了，要一下子。然后我可能进来的时候我不用开这个灯，这两边的灯自己就会亮。进来的时候你完全不用开这个卧室的灯，它是会自己感应的，那会很贵吗？就是跟刚刚说那个几百块的事，主要是工钱的问题啦。在装潢里面最花钱的不一定是说一些材料的费用，而是你的工费。我觉得你这边像是一个明星的那种美容室，一进来之后啊，可以先在这边，然后进行一个沐浴，沐浴好出来之后呢，就可以在这边开始保养，然后妆发、挑选衣服，最后帽子，然后出门可以一气呵成，而且也不会打扰到正在休息的人哎。没错没错，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要有一个自己的空间，虽然家里蛮多空间都是我的啦，但是我觉得我还是需要一个独立的更衣室。那先生他当然也会有自己需要保养的东西，那这一区就给先生用。那好像没有保养品啊。那保养品他都偷用我的哦，那用的不错哦。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你们的主卧室。现在我们要进他的主卧室了。那下面这边有一个门，这个就是给肉松走的吗？肉松来。好可爱哟！真的哎，他真的会走哎。然后他就可以自己去上厕所了。哦，你怎么那么棒？那他平时会进去跟你们一起睡吗？他比较喜欢睡沙发。他不是会怕孤单那种黏黏狗。不是，但是他看到人就会一直很亲近。对啊，超可爱。那这间原本是次卧房，那我们就把它改成我们的卧室了。那我们卧室的部分，我们就只有做床头板。那床头板的话，也是像刚刚说的一样，都是这个感应灯的设计。那如果说我要亮一点，就长按；暗一点的话，就是这样慢慢的。好酷哦。对，那2个人睡觉的时候，我可能按一点；另外一个人睡觉啊，我也要睡的时候，我就手摸一下，它就关了。而且你也还是可以选择智能控制，对不对？没错。那像我甚至可以说，嘿 Siri 帮我关房间灯。那我的手机嘞？关了。不好意思啊，我对我们家智能很无所不在啊，到处都可以收到感应。这上面墙面感觉是不一样的漆耶。对，这个墙面的话，我们是用一个特殊漆叫做湿熔漆去做造型。这个墙其实是我跟我先生自己漆的。那因为我们是想说，它其实是一桶油漆，然后你可以自己去做花纹。那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2个人的空间，那希望说有点保留一个艺术墙，是由我们2个自己去创造的。那我当然也会希望说不要太突兀啊，或什么，所以在天花板的部分，我就当然还是会保留一些圆弧的设计啊。我发现你家几乎都没有圆弧的设计耶，那是什么原因啊？因为我觉得圆弧它其实就是一个好看，但是不一定实用的东西，我们就放在局部就好了。那这个板是你们在自己漆，还是它本来就长这样？
这个板是系统板，我们家所有的板材都是用系统柜的方式。那我帮客人也都是选择系统板。那它其实有很多颜色、花样都是可以去挑选的。但你们这边就没有额外用掀床来增加收纳，对不对？下面是空的，浮起来的。实木悬浮床架，那可能感应的话，就是我下床的时候它就会亮灯。那这样子晚上我要去上厕所的时候，我就不会摸黑去上厕所。你们是容易入睡的人吗？因为我发现其实你们的床具组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哎。我们其实也不容易入睡，但是我就喜欢就是有点打造像饭店的感觉，所以我的床具我就是用全白色。虽然很多人说啊全白色会脏啊，全白色会怎样啊，但是我就是想要假装我自己住在饭店嘛，那我只要常常更换床具就好啦。而且会脏不是才更好吗？因为你才看得出来它脏了啊，那就可以换，不然你都不知道你的寝具有没有脏掉啊，就一直睡，我就才更可怕吧。那这个枕头跟床垫，你们当初是到哪里挑的？因为我刚好去韩国玩，像这个枕头那时候就是韩国很流行什么酣睡枕，所以我们就买了韩国的酣睡枕。床垫的部分的话，我就是买沙发的时候顺便去躺了床垫，我觉得哪一个让我睡着我就买它了，所以其实也没有多看很多家，是那个床店什么小姐，沙发先生旁边。你有很神奇的床边柜。这个床头柜的部分的话，我们是可以直接手机放上去无线充电。那这边一样会有一个灯光可以去用，它是有那个 USB 充电跟 Type C 充电，是可以插在底下，像是一些手机的充电线。那当然我床头还是有预留啦。顺便说到刚刚说到的插座啊，它也有黑色的哦。然后也是120。对，也是差不多120，是质感超好的。那我们现在整个房子都看完了，我们到客厅跟设计师聊一下吧。那我想要问，房贷大概是每个月多少钱呢？还在宽限期，一个月大概是25000左右。哦，那是做新青安吗？我们是用首购。贷款贷了多长的时间？我们贷了40年。你是怎么决定说你们家的风格要怎么设计的？因为应该说，我本身就是做室内设计这个行业，那常常做久了，人家都会说哦，风格就是我喜欢奶油风啊、侘寂风啊，或者什么风格。那在我自己的认定来说，一个家不应该被风格给定义，就像我们不应该决定说我们应该要长什么样，因为有时候我的打扮会比较男性化，那有时候又比较女生一点，所以我其实不喜欢就是单一的样子。如果说有即将要买房子啊，或者说做装潢的人，我觉得在做装潢之前，你要先了解你的生活需求比较重要，因为家不是装饰品，家是你要生活在里面的。那你会给找设计师的人什么建议呢？我会建议，如果你要找设计师前，一定是要先跟设计师做一个沟通，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理解你脑中喜欢的样子。如果说有要找我们设计师设计的话，这边是他的有 IG 吗？有好 IG 在这边。那喜欢这期节目的话，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下次影片继续跟着丹丹出去玩车玩乐不打烊，拜拜，谢谢。